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医生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脚痛让我查胸部 CT。 张兰在医院大声嚷嚷，质疑医生是庸医。张兰的丈夫赶紧安抚她的情绪，向医生道歉后，拉着她去做了胸部 CT， 结果犹如五雷轰顶，让张兰愕然。CT 报告显示，肺癌指标明显。张兰今年63岁，平常生活习惯很好，不抽烟不喝酒，没事的时候还经常的去跳广场舞锻炼身体。大约从3个月前开始，张兰莫名的出现了腿部疼痛的症状，但她觉得是平常走路干活太多没休息好导致的，没有太当回事。没想到的是，随着时间的发展，她的腿疼的症状越来越严重，发展到走路困难，开始一瘸一拐。丈夫见状带着她去了医院，经检查发现右股骨上端存在可疑的骨肿瘤，考虑是肺部发生的转移。后续的 CT 检查证实了医生的猜想，张兰被确诊为肺癌，且已经发展到了晚期。为什么腿疼会是肺癌？其实肺癌有不少是肺外症状，因为病程持续发展会累及内分泌系统、神经肌肉、骨骼、血液系统等，继而诱发一系列的不适症状。临床上，肺癌患者发生骨转移的概率相对较大，进展期的患者约有 30% 到 40% 会发生骨转移。疼痛是骨转移的主要症状，早期一般症状不明显，等到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，病情往往可能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。一般肺癌骨转移诱发的疼痛会在肋骨、腰椎以及骨盘等的部位，疼痛的位置较为固定，会随着时间发展越来越严重，且身体轻松的时候疼感更强烈，夜间睡觉时症状特别明显。除了发生骨转移可能会出现腿疼外，一些患者出现腿疼是由于肺癌癌细胞的分泌物所致。肺癌癌细胞的分泌物可能会导致出现骨关节胀痛、浑身乏力、食欲下降以及嗜睡等的症状。双腿出现2种异常，可能是肺癌到来。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，2020年全球新发肺癌病例220万，占全部恶性肿瘤的 11.4%， 死亡人数约180万，占所有癌症的 18%。 而我国肺癌新发死亡人数占全球数量的 37%， 39.8%。 肺癌是严重威胁我国群众生命的一大疾病，很多肺癌患者一经确诊就是中晚期，这与没有及时的发现身体的症状有很大的关系。双腿也可能是肺癌的警报器，当腿部出现这2个症状，要引起重视，及时就医。双腿异常疼痛。肺部引起的疼痛与转移的部位和数量相关，当癌细胞转移至腿部，癌症组织会侵犯下肢骨骼，导致腿疼，且疼痛逐渐加重。而普通的腿疼多发生在身体劳累、久坐、较长时间弯腰后，在休息后即可缓解，不会进行性的加重。下肢浮肿、皮肤异常。当肺部内存在异常病灶的时候，随着病灶逐渐的变大，会导致上腔静脉受到压迫，容易诱发静脉循环障碍，导致下肢浮肿。除了浮肿症状外，肺癌还可能会让患者出现皮肤瘙痒以及皮肤炎等皮肤异常表现。为什么不吸烟也得肺癌？临床上不少和张兰一样的例子，从来不吸烟，但还是确诊为肺癌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很可能是因为下面这些因素。厨房油烟。我们的饮食习惯很多时候需要爆炒，而当食用油加热到170摄氏度时，
就会产生烟雾。250摄氏度时会出现大量的油烟，而这些油烟内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，包括苯并芘、挥发性亚硝胺等。长期吸入会导致患癌风险增加。二手烟，不少女性罹患肺癌是由于大量的吸入二手烟所致。二手烟内含有的有毒物质与一手烟无异，且在吸入后会直接的进入肺部内，会给肺部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。3、遗传，肺癌的发生与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家族内有直系亲属罹患肺癌的，那么你的患癌风险也会比其他人更高。4、工作环境，一些人由于工作的缘故，需要长期接触放射性的元素、石棉、氡等的物质，长期如此容易刺激呼吸道产生炎症，诱发基因突变，增加患癌的风险。5、空气污染，长期处于空气污染的环境下，会导致肺部吸入大量细小颗粒物、煤炭燃烧产物等，容易诱发肺部发生癌变。诱发肺癌的病因有很多，吸烟的确是诱发肺癌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，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。在了解了这些肺癌的诱因之后，我们还要知道如何的预防肺癌。5、想要预防肺癌，要做好这些事情。首先要注意远离可能与肺癌发生相关的危险因素，如二手烟、空气污染、厨房油烟等。其次，建议定期进行肺部的检查，尤其是一些高危人群，如家族内有病史、年龄大于40岁、工作环境需要接触有害物质的人。另外，保持好的生活习惯，不吸烟、不喝酒，心态健康、作息规律等均可帮助预防肺癌。最后，即便是发现肺部肿瘤后，也不要气馁，要及早的进行诊断，积极治疗，避免病情持续发展，威胁生命安全。总之，在生活中面对身体出现的异常情况，要保持警惕，及时的到医院进行检查，以排除恶性疾病的发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